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篇章频道。你是否曾好奇，耶稣和圣经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很多时候，这些故事被忽视或误解，但它们却能颠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今天，我们一起聊聊关于耶稣和圣经的17个你必须知道的历史事实。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一定要看完，别错过任何细节。记得点赞和订阅，和我们一起继续探索真理。耶稣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在历史学界，这早已不是信不信的问题，而是一个被广泛证实的历史事实。罗马史学家塔西佗、犹太史家约瑟夫斯以及公元1世纪的多部古代文献都清楚地记载了这位拿撒勒人。他不只是圣经里的主角，他确实生活在罗马统治下的犹地亚地区，是一位行走各地、教导众人、医治病患的老师，更是一位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宗教改革者。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和考古学者，无论他们是否有宗教信仰，都一致认同耶稣确实来过这个世界。他不是虚构的传说，而是深深刻在历史中的真实人物。很多人把耶稣当作基督教的开创者，但我们很容易忘记，耶稣是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他出生于犹太家庭，受割礼，遵守摩西律法，参加逾越节和住棚节等节日，每个安息日都去会堂敬拜。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这句话道出了他的身份，他不是要打破犹太信仰，而是要让它达到真正的意义与完成。他诵读摩西五经和先知书，用犹太人的语言和方式教导门徒。最后的晚餐也是逾越节晚餐。耶稣从未否认自己的犹太身份，他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理解耶稣，必须先认识他作为犹太人的根基，这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生活在加利利的犹太拉比，而非抽象的宗教象征。虽然我们在12月25日庆祝圣诞节，但圣经并未明确说明耶稣的出生日期。根据牧羊人夜间看守羊群以及利未祭司班次轮值的推算，耶稣极有可能出生在春天，甚至是3月。路加福音这样记载，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在寒冷的犹太冬天，是不可能让羊群露宿野外的。春天的星空见证了救主的降生。有人质疑耶稣是否存在过，理由之一是拿撒勒这个地名在古文献中稀少，但考古学在加利利地区发现了公元1世纪的拿撒勒住宅遗迹，包括陶器、油灯，甚至墓穴。圣经没有编造这个名字，耶稣真的是拿撒勒人。拿撒勒不再只是一个传说中的地名，而是耶稣成长的真实故乡。耶稣的受审过程充满不正义，审讯在夜间进行，没有正式证人，证词互相矛盾。根据摩西律法，这根本不是合法审判。马可福音中记载，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作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人类历史上最不公的一次审判，审的是那位最无罪的人。耶稣的死亡是一件历史事件，不是神话。大约在公元30到33年间，他被罗马巡抚比拉多判刑，以煽动叛乱的罪名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古罗马最残酷的死刑方式。虽然宗教领袖主张他该死，但真正执行死刑的是罗马政府，
这一点在犹太史家约瑟夫斯和罗马史家塔西佗的记载中也得到了印证。耶稣死后3天，坟墓空了。无论你是否相信复活，这一事件引发的震动是历史无法忽视的。最先发现空墓的是几位妇女，接着彼得和约翰也亲眼确认。若是谎言，绝不会用妇女做第一证人，因为在当时他们的证词不被重视。罗马士兵无法解释尸体为何消失，犹太领袖也拿不出遗体，门徒却因此信心倍增，甘愿为此受苦、被捕，甚至殉道。那个空的坟墓不只是信仰的象征，而是一个千年未解的谜团。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他的身体去哪了？耶稣站在宏伟的圣殿前，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当时没人相信，但40年后，公元70年，罗马军队攻破耶路撒冷，圣殿被彻底夷为平地。正如耶稣所说，一块石头也没有留在另一块上。圣经多次提到耶稣的弟弟雅各、犹大，还有他的母亲和弟兄们。雅各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耶稣并不是生活在孤儿式的童话中，而是在一个真实、有争吵、有牵挂的家庭里长大。马太、马可、路加、约翰4卷福音书从不同角度讲述耶稣的生平，每一卷福音书都有其独特的视角和焦点。马太突出耶稣作为犹太弥赛亚的身份，马可则注重表现耶稣的行动与紧迫感，路加以历史学家的眼光详细且有序的叙述，约翰则强调耶稣在精神层面的深远意义。他们各自的差异，共同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全面且令人信服的耶稣生平。圣经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经过了1500年的漫长历程。这段时间里，通过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和作者，逐步启示了这部书籍的内容。从摩西的5经到约翰的启示，圣经跨越了多个世纪。尽管作者和文化各异，圣经却在一个主题上奇妙的统一，那就是神与人之间的故事。新约的书信与福音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而非传统的希伯来文。这是因为在耶稣降生时，希腊语已成为地中海地区的通用语言，甚至在犹太人中也广泛使用。因此，耶稣的教义和使徒们的宣讲都采用了希腊语，以便更广泛的传播。其中，保罗的书信被认为是新约最早的著作之一，许多早期教会的教义和信仰都通过这些书信传递开来。相比之下，旧约则主要以希伯来语写成，反映了古代以色列民族的文化和语言。虽然其中也有部分章节使用了亚兰语，如但以理书，但希伯来语依然是其主要语言。虽然有些人认为圣经中的城市和事件只是虚构的，但考古学一次次为圣经的历史真实性提供了有力证据。从希律王的宫殿到索多玛的废墟，再到非利士人的遗迹，这些圣经中提到的地方，如今都在考古学的发现中被验证。这些考古遗址的发掘，证明了圣经所记载的历史不仅仅是信仰的故事，也是深深扎根于真实历史的见证。公元前2世纪的以赛亚书与现代版本几乎一字不差。这一发现来自死海古卷，证明了数千年来的传抄并未改变圣经的核心内容。这不仅是历史的奇迹，更是对圣经传承的敬畏。死海古卷的发现向我们展示了圣经在漫长岁月中的神奇保存，见证了它的真实与准确。
柏拉图的著作存世手稿不到10份，而新约的文献手稿则超过5800份，仅希腊文的手稿就有5000多份。没有任何古籍能比圣经留下更多的文献痕迹。这些手稿的存在，不仅证明了圣经的广泛流传，更展示了它作为真实历史的声音，跨越了时空，依然鲜活。许多人误以为尼西亚会议是选定福音书的会议，实际上并非如此。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一世召集了尼西亚会议，主要目的是解决亚流主义争议及关于耶稣神性的问题。会议通过了尼西亚信经，明确宣告耶稣与父神同治，强调耶稣的完全神性。会议还确定了复活节的日期，规定其应在春分后的第1个月圆之后的星期日庆祝。而4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早在会议之前已在教会中广泛使用并得到认可。圣经被翻译成超过3000种语言，印刷超过70亿本，成为历史上最畅销的书。没有哪本书能像圣经一样跨越时代、民族、语言和文化，深刻影响人类历史。它不仅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轨迹。今天，这些历史的碎片拼凑成一个不可否认的真相：耶稣不仅是历史人物，圣经不仅是信仰书籍，它们都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和超越时空的真理。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或者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讨论。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开启小铃铛提醒，跟我们一起继续探索真理的旅程。